这是呢给大家介绍一款汇款工具吧。上次我介绍过熊猫数汇啊，但是熊猫数汇的话，对我而言啊，我更喜欢用熊猫数汇资金出国啊，但资金回国的话，那其实还有一家竞争对手吧，叫考拉数汇。从品牌上来讲的话，熊猫数汇呢跟考拉数汇呢，说实话是同时期做的，只是呢在宣传推广上呢，熊猫数汇呢走在比较前面啊。那考拉数汇呢这个战略方向呢，它更多侧重于从海外资金回国这一块，从留学生做起啊，所以说呢，很早以前他们也跟我联系过啊，就说这个澳大利亚他们这个市场呢是占有率比较高的啊，所以说呢这个官网主页啊显示的也是从澳大利亚汇款到中国大陆。这里的话，我不是来讲这个怎么去用啊，怎么软件这个汇款工具啊，这个的话可以你联系客服经理啊，客服经理可以手把手一步一步指导给你啊，第二次的话就不用再教了。就介绍一下啊。它的优势在哪里呢？优势的话，第一个，因为品牌的知名度没有熊猫数汇、没有 Wise 这么高啊，所以说呢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肯定是手续费便宜点嘛。第一次的话几乎全免啊，那么等于说第一次的话，等于说你是可以无损啊汇款。那么币种呢有哪些呢？哪些国家支持呢？理论上来说的话，它是按币种来算啊。你看这边币种啊，币种的话，你看澳大利亚啊，其实币种也对应的国家啊，欧元区啊，主要是。澳大利亚呢，你放它放第一个啊，所以说我说它是这个战略中心啊，在澳大利亚，其次就是欧元、英镑这种啊，那欧洲区的话也是覆盖的，唯独港币呢是没问题啊，那日元也没问题。那这个美元的话，怎么说呢？美元的话我也问过了啊，美元的话之前是有的，后面呢因为这个美元时效太慢啊，这个可能到账时间太慢了，他们暂时的取消了啊，可能到时候再升级一下啊，看看能不能把速度变快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美元呢时常有，时常没有啊，这个也很遗憾啊。我觉得未来的话肯定是有的啊，加拿大也可以的，反正这些发达国家吧啊，基本上都有啊。那还有香港啊，香港的话肯定用的人很多啊，港币这块是吧？汇款的准备资料呢，我这边官网上其实说实话啊，也是从海外汇款到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介绍吧。熊猫数汇如果说你从国外汇款回国的话，熊猫数汇的市场战略不一样的，它比如说你从日本汇款回中国跟韩国汇款回中国，通过熊猫的话，你要找2个不同的客服经理开户啊。所以说这个我感觉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啊。但是如果说你从中国汇到国外去，那就找一个熊猫经理就够了，对吧？那考拉数汇在这方面的话，你只需要找一个客户经理就够了。那开户资料的话很简单啊，这种旅行证件就可以了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说你会澳大利亚的话，你肯定在澳大利亚有银行账户，你从香港汇的话，香港银行账户啊，这个就支持就行了。你在香港，你就把这个钱汇到香港啊，他这边会给你中国内地打款。收款方式呢，可以银行卡，可以支付宝，可以微信收款啊。首先的话，有些人可能不太放心啊，那你这样去看啊，支付宝里面你点闪电收款，搜索一下这4个字，你可以看看支付宝合作的这种汇款公司啊，有几十个吧，但是有很多很多都是海外的公司啊，国外的公司。那 Wise 肯定是有啊，还有一些公司呢，我也知道啊，我也看到过。但是那些公司呢，都是公司主体注册在国外的。那第一点的话，你客服经理联系不到啊。第二点的话，万一发生什么问题，你还电话找客服。第三点的话，真的发生什么情况啊，别人都到账，就你没到账，你这个起诉法律这块你是比较麻烦。那至少考拉跟熊猫都在国内注册，真的有问题，你可以找法律诉讼，你可以在中国内地打官司，对吧？这比较方便了嘛。再说回来啊，可能有些朋友没听说过考拉数汇啊，我还是听说过的啊。那至少从支付宝的合作方角度来看啊，那考拉数汇能进支付宝的合作名录的话，应该来说支付宝也是审核过的啊，不会乱来的。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他信息。如果说你从官网上直接注册的话，第一个呢，你是没有客服经理的支持啊，没有客服经理。第二点的话，你比这个渠道啊，直接注册的话少一个优惠券啊，少个什么券呢？50块钱的获利提升券啊，默认的话你是直接注册是没有的啊，通过客服经理渠道那是有的。这边下面呢选择汇款地区啊，如果说你选择香港的话，它默认这个手机号码会选择香港号码啊，这个你不用管啊，这个你可以依然选择中国内地手机号码啊。我觉得建议还是选择你常用的手机号码啊，无论你这边选美国还是澳大利亚还是日本。
手机号码你依然都可以选择中国手机号码。好，在注册端这边啊，非常注意一点，就是手机号码你选择好之后啊，这边验证码输入进去啊，请填写邀请码选填。选填的话，你可以不填，但是你不填的话，那你这个名字就不在客服经理下面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少一张优惠券，以及客服经理呢会让你去直接找客服啊。我这边呢有个邀请码啊，可以推荐给你，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这个的话可以谐音去念啊，比如说腾讯猜猜谢谢贝尔啊，这样记住了啊，否则的话你很难记啊，怕记错。这个的话就是操作界面啊，基本上第一次的汇款的话，你是完全可以全免手续费啊，基本上。首次汇款的话，你需要认证啊，所谓认证的话就是实名认证嘛，你把上传证件就行了啊，认证归认证，认证之后才算开户啊，开户之后才有优惠券啊！你默认注册啊，光注册不上传证件的话是没有那个优惠券的啊。否则的话，不要以为这个优惠券没有啊，是你要上传证件之后实名认证才会有优惠券到你这个账户上。如果那个时候还没到啊，你问客服经理一下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客服经理给我的图片啊，比如说它是一个演示的界面。首次如果说你汇1万港币回国的话，那么到账的话是9268啊，这边的话。它是一个汇率提升券嘛啊，那手续费给你全免了，那人家也要赚钱嘛，他不赚钱的话，那想不通，对不对？那首先的话就是说前几次的话肯定是给你优惠券啊，汇率提升券啊。好，另外的话有一张图片啊，这个图片的话是讲考拉数汇跟香港银行包括 YS 之类的对比价格啊，那同样的钱，那肯定是考拉数汇。那一分钱一分货嘛，如果说名气越大的话，它肯定是占有这种优势嘛，市场优势嘛。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公司商誉度没有这么有名，没有汇丰这么有名，那你想战胜汇丰的话，你不得不让利一部分，才能提升你的竞争力嘛。那通过跟熊猫对比的话，我觉得建议啊，你要汇款出国的话，建议用熊猫啊；汇款回国的可以用考拉啊。顺便你这两方面都可以注册，你把优惠券拿到啊，实现这个零手续费啊。新人都是有优惠券的啊。但是我建议呢，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再注册啊，不迟啊。好，最后介绍一下啊，如何找到这个客服经理的啊。找客服经理的话，你是这样子啊，你可以打开 Mr41啊，这是一个网站，导航网站。导航网站第一个呢是熊猫，第二个是考拉啊，我这边把它列举出来了。点进来之后，你把网页往下拉啊，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入群了啊。那么也可以通过这边链接直达啊注册，最好呢先跟客服经理联系上。以免第一次出任何问题，我也不想说到时候你出什么问题啊。当然，也顺便提醒一下啊，有些朋友呢啊，可能有些人呢心术不正啊，可能想利用这种海外这种资金啊，回国之后啊，顺便干一些灰产这种事情啊。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，你可以放弃啊，因为这种资金啊，比如说你的资金达到澳大利亚某个银行的话，它都会有反洗钱调查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朋友的话就不要用这东西的啊。